现在需要你思考一下你日常用车的需求和情况。我相信许多小伙伴在用车时都是以城市代步为主，长途确实很重要。不过仔细回想一下，一年开长途的次数又有几次呢？远途高铁、飞机显然要更快、更轻松。买车后最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城市上班和市区内代步的需求，尤其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个需求就来得比较突出了。所以在这样的用车需求下，最适合选择一些使用成本比较低的产品，尤其是新能源产品。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10万元以下的纯电新能源车，能够满足日常代步的需求，并且使用成本相对较低，让用户使用负担也就更低一些。市场上对于这样的需求也有了许多的响应，推出了很多相应的车型，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比亚迪海鸥。这款车与比亚迪海豚同属于比亚迪的海洋系列，同样定位都是相对小巧的两厢车型。不过，比亚迪海鸥起售价相对海豚要低上不少，7.38万的起售价可以说正是海豚再往下的一个很好的替代品。近2年来，10万以内的汽车市场中，纯油车型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毕竟这个价位的用户相对来说对于使用成本这方面比较敏感，而需求又主要是市区代步，新能源就显得非常合适了。我们拿到的是8.98万元的顶配版，并且选装了车道偏离预警、主动刹车、碰撞预警、道路交通标志识别这些功能。我们体验也是基于这款车型而言。那么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体验呢？我们一起进到车内开始吧。作为车长不到3.8米的 A0 级轿车，这辆车没有走圆润的可爱风格，用直线和棱角勾勒出一丝凶悍的气质。尤其这个灯组透着一丝丝的熟悉感，人送外号小兰博，你怕不怕？并且从车顶的形状就可以看出，它在凹造型时并没有忘记实用。这样的形状能够很好的照顾到内部空间的设计。我们这台车采用的是经典的黑白设计，白色车身，底部有黑色作为点缀，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。进入到车厢内部，与白色搭配的则是一个粉色加黑色的内饰。想不到略显犀利的外形下还有如此 cute 的内饰，难道这就是新式的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？我们这台白色外观、黑粉内饰的配色似乎更倾向女性用户，不过猛男也可以驾驶。配置也是一个亮点，10.1英寸的屏幕配合比亚迪祖传的可旋转中控屏，还有一个7英寸的仪表盘。中控下方是一排有着不错设计感的按钮，最左侧是档位，右侧则是音量旋钮开关。能够把音量旋钮设计实体按键还是好评的。不过涉及空调按钮只有开关，没有温度调节是个遗憾。调节空调只能在中控屏完成。而中控按钮下方有一个储物空间和 USB 接口，以及一个120瓦12伏的点烟器接口。另外，这款车还拥有无线充电功能，可以为手机无线充电，这一点给到好评。在空间方面，虽然外观看着非常小巧，前后的座椅坐姿都比较长，整体的空间并不局促。可以看到，比亚迪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提升空间利用。首先，在驾驶上，纵向空间还是非常 OK 的，横向空间受限于车身尺寸稍差一些，但是并不能算拥挤。而后排空间真的就让人比较意外了，首先就是坐垫比较长，乘坐的舒适性超乎我的预期。后排头部空间和腿部空间就比较富裕，前面也提到了外形上的设计为后排头部空间给了较大的余地，乘坐空间可以说是确实越级的存在，这一点非常好。作为一款7万多起售的新能源汽车，其车机的体验也是备受关注的一点。熟悉比亚迪的小伙伴知道，比亚迪在车辆中控的智能策略上就是给你开放的生态。这次海鸥也是如此，它搭载了 D-Link 4.0 系统，中控的性能不能说给到很足，但是够用。下拉有着快捷菜单，可以控制中控和仪表的亮度，并且可以快捷调节一些汽车的功能，比如开启车道偏离预警、雷达等，并且还有着类似手机的移动网络开关、蓝牙开关，相对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而车机的软件矩阵，比亚迪更是简单直接，预置一个软件商店，里面有着大量的安卓 APP 可以使用。怕适配不好，别担心，横竖屏随意切换，像是微信、QQ 这类软件都有。而音乐平台也是十分全面，想听什么就下什么。充电时还可以在这块屏幕上享受一下各类视频，或者直接玩语句游戏。中控还带来语音交互和原厂导航，语音交互只需要说“你好，小迪”，或者按方向盘的按键即可唤醒。无论是对汽车的控制，还是一些导航的指引，亦或是操作中，都可以轻松稳定语音搞定。这个价格还有语音交互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
而原厂导航则是高德地图定制版，配合蜂窝网络，随时更新，也不怕地图过时。对于汽车中控设置 D-Link 4.0 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。在 D-Polite 里有车道偏离预警、主动刹车、碰撞预警、道路交通标志识别设置。相信对于这个价位以及这个级别的车而言，这些功能绝对可以说是比较越级的存在了。能选装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而能量管理的能量回馈强度、车辆设置也十分清晰。另外就是海鸥能耗清单也非常清晰，还有能耗曲线，可以看到最近行车的能耗情况。另外，在车辆健康中，比亚迪海鸥会智能提示用户是否进行保养，相对于固定的保养时间，这样根据工况、使用情况去提醒保养也更加舒心，避免了过度保养或者是缺少保养的情况，这才是智能汽车该有的贴心功能。对于这么小的一款车，其实很多人最大的疑惑就是这个车究竟好不好开，最核心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飘不飘。而在体验后，这辆车的行驶质感确实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惊喜。这里可以很放心的跟大家说，这个车真的不飘啊。可能是由于同级别较大的电池容量配合下置电池设计，让这款车的重心更低，所以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，它的中心感表现还是很强的，抗侧风能力也非常不错。在高速上开这款车，并不会因为小巧的身材而显得力不从心。它的极速是可以达到130公里每小时，靠最左侧车道以120公里每小时续航是能力还有的。不过受限于车辆的定位和车型、高速耗电情况以及加速能力，还是不太建议你跑长途。其次，底盘的减震性，这款车也是给了我一个不错的惊喜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散，在面对颠簸时，滤震表现不输10万以上级别一些车。底盘悬挂在过坎后震动抑制的比较到位，并没有出现过坎后一直晃来晃去的廉价质感。NVH 也做得还不错，对于风噪、路噪抑制称得上是10万元以内最好的水平，甚至可以和一些10万元以上的车型掰掰手腕。最后就是加速能力，由于电车电机的特性，其初段加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0到60这个区间加速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灵活，这也符合这辆车的定位，在市区跟上车流是非常轻松的。不过在高速上后段加速就比较捉急了，这也是电机的降功区间。配合整车比较高的造型，风阻问题也逐渐凸显，还是尽量以市区为主吧。方向盘的操控感觉非常不错，低速轻盈，高速更沉重一些，能够让人开着不累。配合小巧的车型，在城市里真的是如鱼得水。续航方面，我们在测试时进行了比较综合的路况测试，在夏季36度的气温下，开启空调制冷3档、风速3档，进行了城市拥堵路况、城市正常路况、城市快速路3种工况综合最终耗电11.3千瓦每小时100公里，配合38.8千瓦时的电池，在夏季开空调综合续航下能够行驶350公里左右。如果纯市区，还能进一步提升续航里程。作为城市代步车，绝对够用了。支持快充，不过最高只有40千瓦的功率，但考虑到这么小的电池，快充1小时就可以充满，也不是不行。经过一番体验，可以说这款车能够给人不小的惊喜。在小巧的外观下，并没有丢失精致感，无论是车内空间、驾驶性还是隔音性，绝对不输一些10万元以上的车型。加上较低的电耗以及不错的续航充电表现，如此低的使用成本配合较高的综合产品力，这款车作为日常代步工具车，绝对能够让你用得舒心。如果你在考虑10万元以下的纯电车型，那么比亚迪海鸥绝对是你绕不开的一款车型。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